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日本的青森发生了7.5的强震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在强震过后，日本政府竟然发了后发地震的注意报，未来恐怕还有余震，甚至还有更强的地震。规模8的地震会随时来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情报发出来？这不单单只是因为311的经验跟教训，而是现在全日本上下他们面对的假想敌是一个已经沉睡400年的巨兽。这个巨兽如果真的醒来了，恐怕日本会整个翻掉。日本整个翻掉之后，恐怕会出现一个灭国的存在。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今天日本政府为了这件事情还开了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面他放了这一张图，他跟大家讲是说，在这一周之内会发生规模8的地震的几率是有多少？他们算出来之后，只有1%。你听到这个地方你1%没有什么啊？没有，各位观众朋友，这1%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存亡之战。你看到这是东京大学地质研究所的加藤爱太郎教授，他是怎么形容？因为现在发生地震这个地方就在千岛海沟内，所以他说千岛海沟平均每340年到380年会发生一次规模8.8以上的超巨大地震。上一次千岛海沟发生地震的时间是在17世纪，现在已经距离了400年，等于是这一场地震已经预期了这么久，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现在全部绷紧神经。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好，第三位特别介绍，这是我们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老师，大家好；好，接下来是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世聪，昨天台湾花莲大概7点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震了起来，结果没想到我回家之后，日本更夸张，日本也震了起来。结果这地震，我们今天一路看下来，发现不单纯。今天除了全部的新闻台都在报道之外，全日本现在都把它绷紧神经，因为我刚刚讲他们的假想敌是什么？他们的假想敌是一个苏醒已经沉睡400年的巨兽。这个巨兽如果苏醒，会有灭国性的存在。没错，在昨天晚上啊，台湾时间是约莫10点多的时候，在日本时间是晚上11点，在这个所谓青森县的外海八户市的那个地方呢，发生了这个规模大概7.5到7.6左右的这个强震。对，那第一个时间，当然我们看到非常多画面，包括说呢当地的哇，这个所有地动山摇啦，然后所有的建筑物都摇得非常夸张的这个状况之外，甚至还有很多地壳出现了破裂，你看都直接裂掉。这是在八户的电视台里面，你看这个完全晃动成这个状况，然后很多人的家里面都完全都冰冰冰冰冰冰冰，那还有台湾的观光客去那边守护这个电视，这个大家有报道，你看所有的东西卖场全部就是这个，对，全部东西都砸下来，好。砸下来之后，那不是只有说地震造成了房子里面的损伤啊。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日本政府还发布了这个海浪的这个海啸的警报，他们叫做金波，这包括说在这个北海道，还有在这个所谓的青森岩手县这一带，哇，全部都有这个海啸的警报的这个响起，整个晚上都这样响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次的摇晃时间比较长，所以在整个青森啊，或者说在整个这个约莫北海道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地方发生了火灾的这个情形。这个火烧得很大。对，没错，很多日本人都在关注这个现场。不过呢，全日本人更担心的不是这一场地震，而是他们更担心的是说，因为这个规模7.5的这个强震之后，唤醒了一个已经沉睡400年的千岛海沟的可能发生更大的地震，这才是他们担心的一个状况。赵豪，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在外海的时候就有一个千岛海沟，对，千岛海沟发生的地震，它是大概约莫每300多到400年会发生一个超大地震。这个地震来说的话，会堪比上一次在日本东日本发生的311强震啊。311强震我们知道规模是9，对，造成的损伤是难以想象，对不对？这个如果再发生这个地震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可能又是造成了人家都说什么北海道可能会沉没啊。所以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那么紧张？你看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首相的这个所谓高市早苗，马上就从能登半岛赶回这个日本，然后整个晚上到今天凌晨的时候，他都待在首相的这个应对中心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要听取这个情报，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后来日本就发了一个这个，你看北海道三陆冲的这个后发地震关联的情报，就后发地震的这个注意报。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警告你们，未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生。这次是7.5，对不对？他说可能搞不好是个强震的前兆。对，接下来几天有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这个地震。等于什么？7.5只是前震，对，真正大的主震还没有来的。对，没错。那你看，他们就这个所谓他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这个加藤爱烫就说，后发地震的注意情报的警告区域，未来一天，特别是这2、3天，更容易发现连锁反应的时期，并且警戒规模更大，甚至更大规模的地震。好，那你看，他们就说出现8以上的这个规模的这个地震的这个几率，从原本的0.1%，平常是0.1%，上升到1%。所以这个几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对，所以他现在要警告所有的日本国民，还有所有在这一带旅游的所有外国人，你要绷紧神经，接下来几天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地震。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第一个时间，我就讲那是昨天晚上11点15分日本时间，然后一直到了半个小时之后，你就看到高市早苗就出现在他们首相官邸，然后第一个时间他就对日本的国民的宣示说，我们要怎么急救的，怎么这个进行这个目前救灾的这个状况，救灾状况结束之后，他马上就进入所谓他们的首相官邸里面有一个紧急的这个应变中心。好，赵文道他原本昨天早上的时候，他还在能登半岛那边视察这个能登地震的灾后重建，结果发生地震的时候，马上就冲回来。好，冲回来之后，你看整个日本的这个首相的官邸里面来说，彻夜不眠啊！你看，就是早上他在能登半岛，还跟人家有说有笑，那边慰问所有的灾民，就没想到发生地震之后，这个亲身发生地震，马上就赶回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东京的首相官邸。好，那我跟他讲，11点快约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开这个记者会。对。但是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又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这一次来说，又是他们出来讲，他们讲说，我们目前为止救灾的这个情形，甚至到今天早上的时候8点的时候又再一次说明。好，那你看他们就一直不间断的这样子不断对国人这个日本国民说，我们现在救灾的这个状况怎么样？那小泉当然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出动所有的这个自卫队都已经出动了。所以你看他们是这样绷紧神经，你看24小时让所有的灾民或者所有的民众呢感觉到非常放心的这个状况。他完全都没有睡觉。对，他11点43分还在讲。对，早上8点的时候，这过程当中他要不要去听取其他资料？他真的是官邸的不眠之夜。对，然后同时之间，除了这几个这个长官之外，另外他们官房长官原木人啊，还有他们的防灾担当大臣呢，赤间二郎也都全部赶进去，他们叫官邸的危机管理室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他就位在日本的这个官邸的这个地下室。好，那我们看这个官邸的这个门面是这个样子，然后它是在地下室，在地下室这样的一个情形，它是什么时候启用的呢？它是在2022年的这个4月16号启用，它就叫官邸危机管理中心。那平常的时候是由副官房长官呢在这边进驻，那一有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所有的长官，如你要被点到了，包括首相啊、官房长官啊，还有很多长官都会来这个地方进驻。好，那这个进驻的时候，赵文道他们2022年成立之后，应对过几个，第一个。最早是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子弹的危机，他们当时呢在2006年就集结过一次，然后紧接着就3.1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又来这个首相官邸，因为当时有福岛核灾事件的危机处理，所以那时候也是可能会动摇日本国本的3.11地震。好，那紧接下来的话就是2011年的12月，那时候金正日逝世嘛，金正日逝世的时候大家很担心说，这个北韩会不会蠢动？好，那紧接下来就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那时候的发生的事件，所以每一次他们都是有重大事件才会开启所谓的他们的所谓危机管理中心。那这一次又开设了这个危机管理中心，你就知道说这一次的事态对日本人来讲的话，绝对不可小觑。对，好，那为什么不可小觑？刚才赵娥讲到400年沉睡的巨兽，那一只巨兽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在哪里？这一次发生的地震大概约莫是在青森八户的外海这个地方。好，那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有日本人非常担心的一个说，千岛海沟就在这边。我们看千岛海沟就在这个地方。那千岛海沟的这个地方来说，他们看到就是说，大概约莫在这一带，会每隔大概340年到380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8.8以上的超级大地震。8.8，对，这数字很吓人哎。这就跟3.11差不多，3.11是9嘛。那你看，我们都历历在目，3.11对日本造成的灾情是多严重。好，那为什么日本人很担心？因为他们说，我刚才讲了，每隔340年到380年一次，对不对？但他们上一次的超大地震在什么时候呢？在17世纪，也就距今大概400年。所以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会来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日本人会非常担心？好，那我跟他讲，假设发生在这边的地震的时候呢，假设说发生在8.8以上规模的地震来说的话，
兆赫甚至9的话，你知道海啸卷起来的高度会高达20公尺。不，这真的是把房子全都卷走嘞！这个地方一过去的话，那真的是全都没了，摧枯拉朽。我就说，所以我就讲，30公分到1公尺就可以让人家致命，更何况是20公尺，那这完全都被冲掉。好，那为什么他们那么担心？我刚才讲8到9的规模是300-400年一次。好，那我们讲，事实上在1994年，在这个地方山路摇冲的这个地方有发生过地震，也是在这一带。对，当时的规模是这个约莫是也7点多的这个规模地震。好，那好。再来，在1968年的石胜冲的这个地震来说的话，也是大概是7点多的这个规模。而且你看哦，这是7.6，这是7.9，是这个连房屋，它连那个柱子、软角柱整个倒了。对，结果你看这个地整个都裂了，整个都崩了。这个地方它更惨，1968年，对，全部都垮掉的。对，没错。但是他们担心什么呢？赵尔7.6、7.9，这个不是9以上啊，这只是在它偶尔释放能量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他们现在担心说，他们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加藤爱太郎的教授，他又说什么？因为这次发生的地震呢，大概是约莫是50公里左右嘛，54嘛。他说就在板块的下缘这个地方，板块这个下缘的地方，他说一直不断的拉扯之后，他就有点说什么，有点像是这个来到了这个浅层的这个固着带，这就是像一条长长的拉链，然后拉链一条长长的拉链，对，然后拉链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个地方已经被拉开了，正好被拉开的时候，这个拉链有可能会它崩掉了，对，有可能会崩掉。崩掉的话，它整个应力就会开始开展嘛，开展它睡了400年之后，它现在口已经开了，对，开了之后，它 power 一出来之后，整个就翻了，就震出来了。对，再加上说，你看之前来说有发生到7.6跟7.9的地震，然后这次又是7.5。这些搞不好都是大地震的前兆而已嘛，所以为什么日本会那么担心？我觉得他们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个400年的这个巨兽会不会在这一次就被唤醒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他们怎么推估呢？他们说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边有一个叫千岛海沟，对，在那下面来说还有一个日本海沟，还有日本海沟，对，日本海沟来说也有可能被唤醒啊。我们不确定，但是因为日本海沟的话，当年的这个3.11地震就在这个地方嘛。好，那为什么日本人这一次会发所谓的这个后地震的这个情报？我跟他讲，就是他们的血汗，他们的这个血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讲？照你知道，在3.11地震当时不是规模9吗？对，你知道在规模9发生的前几天，有发生7.3的地震。对，也就是说发生7.3的地震，大家都认为这是主震嘛，所以当时就觉得OK，就没想到在7.3地震发生后几天，爆发了9以上的这个地震。这个3.11的主震才来嘛，对，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一次会发一个后发的这个情报？因为为什么？因为在1963年也是有一次，这个泽桌岛的这个地方来说，原本是先发生7规模的地震，对，就没想到在约莫是这个不到1天的时间，又发生了规模8.5，所以这一次你看。这是7.5的这个地震啊，你哪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对，所以为什么他们就说有这2次的这个所谓经历，就说知道，哎，我们要发一个后面搞不好会有一个更大这个主震的可能性。好，那我们跟他讲，这个我们都不希望发生。日本人自己推估了，你看这是日本海沟地震，还有千岛海沟地震。你看哦，他们的最大的死亡人数会是多少？在他们设想在冬天深夜的这个状况，然后你看19万人，对，没错，19.9万，快要逼近20万人了。对，然后这个千岛海沟是10万人哈。对，那为什么日本海沟会比较严重？因为这边有非常多日本秘籍，包括东京可能都在这一带，这个当然很严重。好，我就说他们这个所谓的地震后的情报是2022年的时候才发的。才这个发明这个决定要这项情报，那这是他们有这个所谓地震后的这个后发情报之后第一次发表。你看第一次发表，你看北海道还有山路冲的这个后发地震注意情报第一次发表，就是这个成立这个机制以来的第一次。好，那要干什么？他就说，你看我们预想未来的可能震源会发生在这边，好，所以想定了这个震源在这边，所以你看所有的人在这个红色标记的这个地方来说，你看它针对182个视听村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北海道还有这个几个这个千叶县等等的7个这个道县，写的非常细哦，北海道、岩手县、福岛县、千叶县、青森县、宫城县、茨城县，对，全部都发布了警报。他要做什么呢？他跟你说什么？他说你要小心，接下来1个礼拜会有更大的强震，所以呢，你只要发生到有强震、海啸情报，你要注意。另外他说什么？你要准备所谓的相关的这个所谓逃生的衣物，然后准备防寒的衣物，还有这样紧急的食物等等放在手边。所以呢，他们有相关的对策，告诉你要怎么来应对。所以跟你讲，我们就讲。
日本人在应对整个灾后或者整个重建，或者在整个这个救灾的时候，你看他们用这种非常这个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很多我们台湾没有的机制，我觉得我们都会考虑学日本做下去。宇轩，这一次日本的7.5强震，发生太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有火灾、有海啸，甚至地都完全裂。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我看的时候我毛骨悚然。这是日本的民众，他拍下他收音机上面的时钟，地震发生的时候，他的日期跟时间在往后倒流。这是什么东西啊？赵老师，你看哦，这个时间它不是乱跳，对，它就是真的开始规矩的往后退。你有没有看到？它从日期在它的月份有没有8，然后日期开始退，7的53跟1又变7，然后呢时间已经变成2023年，所以代表说它拍摄之前，它原本是2025年，然后它就按照它的时序。开始在噼里啪啦一直在往后退，然后这网友吓坏了嘛，想说完蛋了，是不是真的要世界末日？他退到2023年了。对我讲，因为他这个拔不掉，你看到它是砍在墙壁上的，所以它不是说我们讲电池拔掉或什么就没事了。因为呢，地震当下它发生了非常大的碰撞。首先最有可能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各位讲说是什么吗？其实原因是在于电。赵尔，你知道他们是不是青森这个地区一大堆区域都停电，线路都出问题？对，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电子仪器。你突然间呢，把它打开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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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电压突然间呢一下强一下弱，一下强一下弱，它是不是造成内部的电子元件可能有一些受到伤害？它就宕机了。对，它可能是宕机，所以变成是宕机之后呢，它开始时间在我们讲重跑。但你知道，照来更诡异的还有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如果是坏掉，我信了。这画面我快吓傻。这时钟怎么有这么快的？而且这时候这不是插电的吧？这装电池上去。你这个时钟怎么跑得比我们的时间还要快？对啊，我跟你讲，他人生被加速了。为什么？各位，这个东西背后是齿轮哦，这就不是我刚才讲的什么电子仪器或电子冲击哦。你仔细注意看它等于是它的分针变成它的秒针，然后开始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一直这样旋转非常快。你看11点一下呢，我们讲一眼过去，以为自己在看海绵宝宝 ，5 minutes later、10 minutes later、1 hour later， 一下就过了。它还有可能齿轮在碰撞、不断的震荡过程当中呢，刚好嫁接错误，也就是原本运转的这个主齿轮啊，就卡到了我们讲的分针的这个齿轮，所以本来应该是要转秒的，就最后面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日本网友就觉得太可怕了，怎么这种情况？但真正可怕的是什么？是地震。因为呢，很多网友这时候跳出来说，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前，他们就感觉到一些很异常现象。比如说有一个在八户市，有一个29岁你笑脸，然后年轻的公务员，他说，地震之前我突然呢听到这个轰隆隆的死，然后呢突然间就有一股声音好像从下面顶上来是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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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的声音，然后呢就像地震模拟器一样，然后我跟我的小孩啊，一个4岁，一个2岁，我们在现场整个吓坏了，他听到一个声音，地鸣声，对，就有力量往上推。对，他力量往上推之后，整个就跳起来了。对，等于说呢，因为他是一开始最早来的，速度比较快嘛，它的上下嘛。但你知道为什么会嗡嗡嗡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今天拿一个竹筷子你去折它，你的折的时候它啪，对不对？所以它那个地震就很像那个前面说它会这种那种地鸣的一个声音。但是这个男子就比较倒霉，有一个40岁八户市的这个男子，他说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我完全感受到那个地震的时候，因为睡突然间。后面很像整个床有人推他一把，他整个往上弹了一下。他形容的很可怕，他说下往上猛推你一把，结果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变成上下左右这样子的感觉。对，我知道，他就躺在床上，突然间就被后面下面有人弹起来，他站起来之后，他开始一直左右晃，一直左右晃。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嘛，第一波就是它最快的波，它本来就是上下。那 P 波完之后呢，它才会所谓的 S 波，S 波也就是说我讲左右横移的一个晃动。所以日本网友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将近快要4分钟的时间，对他们来讲，真的我们讲太长，你知道吗？更可怕的时候，半年前就已经有预警了。为什么？因为在2025年5月3号的时候9点14分33秒，突然间这个日本人，你看到他在家中，然后突然间听到，就这声音，听到有那种很大声而且这是什么？这是猫咪监视器，也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是要来监控他的猫咪，然后要喂猫，然后突然间开始砰砰砰砰砰，他在想说。怎么会有这个 sign 呢？很奇怪，他就一直觉得很紧张。所以呢，等到呢发生的时候呢，他说看来猫咪都没有察觉到。为什么？因为连猫都没有感觉到说原来当时就是一个警告。所以青森5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听到这个声音，结果昨天就大地震它就来了。对，等于说呢超过半年时间先预告。各位，而且这不是有一起你看哔哔啵啵哔哔啵啵，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黄黄的点点？这代表什么？这些人都有听到迷之音。最常讲日本讲的迷之音，他说这个都有一些地名，然后有人是在家里面听到，那个都一样这是漫画家石冢千许，他说听到
咔啦咔嗒咔嗒声，有没有跟刚才那个很像？猫咪那个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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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没有晃，那你就有一种错觉，好像说有声响哦，所以这代表说我们讲可能很早以前呢，这个地壳呢就在酝酿，所以啊，其实日本现在哦。对他们的国民来讲，反而不是担心说这一次地震的余波荡漾，而是担心接下来如果还有余震，还有更大的强震，才是他们严阵以待的对象。老师，我们今天有太多问题想要来问你。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这一个月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哎，果然昨天花莲7点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地震来了。结果没有想到晚上回去的时候变成日本地震来了，这是第一个巧合。第二个巧合是什么？你有跟我们特别讲一件事情，火环带。还记得我们这半年一直跟大家讲，在勘察加半岛地震强震很强，结果前几天的时候加拿大也是，结果现在这个火环带一串起来之后，哎不得了，在昨天青森我们刚刚讲千岛海沟的地方，就刚好在他们的中央，所以它等于是也把整个火环带或者是整个隐没带都唤醒起来了吗？对，我想我们先从昨天那个花莲的地震跟日本地震来比较哈。对，那花莲地震我们知道日本整个它的整个最大的断层啊，就是这个隐没带。对啊，从南边这边一直延到北边，但其实这么大的一个隐没带哈，其实切两段，这个分开啊，大概在东京湾附近。对，所以南边这边就是大概我们是经常讲的南海海潮的地震，就是这一块。那这个当然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这边千岛海沟啊，日本海沟这边。那我们台湾的地震呢，来讲是在这个海沟的最南端哦，所以是南海的这里。对，南海沟，我们是属于南海沟这个系统里面，而且我们是最南端在这边。那昨天的地震来讲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其实这两个地震是基本上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两个不同的系统就是。那还有一个是昨天为什么一个7.6地震，日本人那么紧张？对，那个地震啊，是因为海沟形成的地震。对，所以那能登半岛那个地震哈，也是7.6，但日本人基本上来讲，它发生灾害，它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因为它是陆地的断层形成的一个地震。对，陆地形成的断层形成的地震啊。其实最大的地震啊，只不过到8.0、8.5这边，对，到7.6来讲，基本上来讲是已经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它往后不会有更大的地震。但是海沟不是，海沟地震你要知道，整个这日本从日本这边来讲，一直往北延伸到千岛、群岛这边，这条海沟哦。是全世界来讲大概最长的海沟，它主要是2个大板块哈，最大一个板块是太平洋板块，这个板块往北移动的时候呢，撞到所谓北美板块，对，北美板块大概是第4大板块，所以那这2块大板块形成了一个隐没带。那在过去100多年来哦，规模8.6到8.5以上的地震哈。差不多有十几个这地震在全世界哦，对，大概有10个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我们刚刚讲的勘察家，对不对？对，日本勘察家一直到加拿大这边，这个隐没带哈是最大的一个隐没带，而且是强震都在这边，所以我刚才讲100多年来的规模最大的8.6以上的地震来讲，70%大概都落在这边。包括今年的一个勘察家的8.7，对，也是在这边。对，所以这个隐没带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巨大地震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昨天的一个7.6哈，它是小菜而已。对，这种大的隐没带里面规模7的地震来讲啊，都是小菜。对，所以那个都不足以造成一些大灾。最怕的我们都是在8.0以上。对，好，所以这个地震来讲。日本人非常紧张，那非常紧张。刚才也讲过，就是说，其实它前面有2个例子，对，一个311的地震来讲，前3天有一个7.3的地震，对，那之后过3天以后发生一个9的地震，对，也是它也是日本海沟，对，那还有一个是之前他们在这边也是一样，一个7.0，然后过了差不多18个小时，不到1天，又有一个8点多的地震，对，所以日本他们非常注意这个地方。哦，了解。它类似南海海潮，你记得我们之前谈南海海潮，对，日本人规定哈，他们这种规定呢，
南海海潮只要规模6.5以上的话，他们就要开会。6.5以上就要开会。对，因为南海海潮的这边过去的，因为它的几率更高，对，它发生8.5的地震几率大概已经到80%。所以不管是规模6、规模7，这些在海潮型发生的这种地震上来说，都只是小菜。都小菜。真正，难怪他们会说，第一个，他说这2、3天或这1周，尽管只有1%的几率，是有规模8以上的可能性。而且刚刚我们特别讲，日本东京的学者他点出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已经唤醒了沉睡400年的巨兽，是不是这种会有所谓的连锁反应会产生？我们刚刚讲，它原本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因为你旁边这两个也在震，它等于松掉。我们刚刚有一个理论是等于拉链已经开了，拉链深处的地方开之后，你等于它没办法去撑住之后，它整个 power 整个都出来了。OK。这种理论上来讲是指的某一个区域。对，那我在讲这条整个从日本这边到加拿大这边这个隐没带长度大概4000多公里。哦，那这么长的一个断层来讲的话，它的性质会不一样，所以它会分很多区块。所以你看日本这边来讲，它告诉你说，南边这边叫日本海沟，对，北边这边叫千岛海沟，对，其实它是分两段，它是同一条隐没带，但是它分两段，这两段的过去在大地震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千岛海沟真的跟大家讲的一样，这2、3天或这1周，昨天的7.5或者大家讲7.6，真的只是前震吗？它真的大地震真的要来了吗？它400年已经到周期了。对，它理论上要300多年到400年嘛，所以它已经周期已经到了。所以你这么一个7点多的地震来讲，是不是会驱动到它？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而且还有311，它之前有这种例子，对，有311的前面有一个7.3的地震，然后过3天以后来了一个9.0，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当然日本他们非常紧张，就是因为它的周期是已经到了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在这边就是。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